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从小龙套到大男主，刘丽帮助袁冰妍和李欣泽渡过难关。在刘丽云歌会上，扮演女主角玄机的袁冰妍曾在舞台上表演了一段小舞蹈。让很多人惊讶的是，原来她会跳舞，这让很多人都很惊讶。事实上，在年轻时，她听从母亲的建议，学习了多年的舞蹈。在此期间，她还随队出现在许多大型活动中。那时候，她在舞蹈方面已经小有成就。在选择大学时，坚持要走演艺之路。在这条路上，她在没有资本推动的情况下吃了不少苦头。即使在后来的采访中，回忆起那些往事，她也总是一脸欢喜。但回顾她做演员的岁月，就会知道她成名的不容易，刘丽真的救了她一次。她入行的时候被教训了一顿，刘丽一炮而红，帮助袁冰妍顺利接戏。刚开始演戏的时候，她只是学校里的一个大学生，没过多久就被录取了。既不是童星，这种天赋在当时并不明显，所以她能接到的剧目要么是低成本的，要么是各种雷人的剧情。演过只在荧幕上出现几分钟的把戏，也演过白衣长腿校花等烂片，让影视圈的博主群起而攻之。出道初期，想多学点东西的袁冰妍曾经拍完自己的角色，站在现场观摩，结果因为失误被导演教训了一顿。那个时候，她没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，这个权利直到刘丽播出才有。拍完刘丽后，她说看到很多好的会议，积极尝试，但最后得到的反馈是不满意的。刘丽是在19年拍摄的，当时她27岁。在这个年龄段，一些艺术家已经提前成名。90年的花儿朵朵、杨紫和热巴都在争夺第一的位置，袁冰妍还处于被反复拒绝的状态。那时候的情况肯定有点糟糕。但幸运的是，在她进入圈子的第8年，刘丽爆发了。从这部剧的拍摄到正式爆发，袁冰妍像往常一样什么都没做。但这部剧没有任何意外，她终于可以得到一个女主角，有自己的选择。从即将被淘汰的小花，到风头越来越盛的古装女神，袁冰妍自然要感谢刘丽。而剧组中的另一位演员李欣泽，也很想感谢黄睿的赏识。李欣泽主演的《罗浮宫》从一个小龙套变成了一个大男主角，网友们都说杜杜很厉害。李欣泽比袁冰妍大2岁。在出演《拉胡克图》之前，他是一个不配在剧组里有角色名称的艺人。他还拿到了男主角的剧本，但当你看那些项目的封面时，你可以看到成本有多小。连着拍了这么多片子，也没出过圈，慢慢就把路人的人气给杀了。参加完《幸福》触手可及后，他才真正接触到大制作的项目，但那时的他还是个男 N 号，角色不多。在拍《刘丽》之前，他曾多次试镜失败，已经决定绝望而归。但经纪人的一通电话让他坐上了地铁。开机1个多月后，他在5天内瘦到了导演要求的体重，并成功拿到了最后一个角色。这也是剧组最后一次爆发的机会，那就是罗湖居士。在定妆时，剧组来回奔波了4个小时，就在一条线上。用心对待化妆，让李欣泽觉得自己一定是入对了组。事实上，这和他想的一样。刘丽走红后，她认真扮演的罗侯吉也被网友调侃为可怜的杜撰者。她明明很强壮，却被朋友用一杯毒酒送上西天，差点不能重生。在剧中，罗后基都是在玄机的时候装作娇小可爱，就是他面对皇帝时的无奈，各种小情绪，李欣泽都能把握得很好。虽然这个角色也是客串，只出现了6集，但出色的演绎和帅气的造型让大家眼前一亮。在发表最后感想后，李欣泽的点赞和评论达到8000多条，是之前的8倍。随后，他的男主角电影《爱拼才会赢》正式上线。如今，
虽然他不是欢瑞的签约艺人，但有趣的是，他即将播出的大部分剧目都是由欢瑞制作，其中有玄幻仙侠类的《沉香如屑》，有现代治愈类的《南风之我心》。在经典 IP《仙剑奇侠传4》中，李心泽再次突破自我，与佟大为饰演的长老合欢，名叫重光。在路透社，他以白衣飘飘的仙气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无缝地加入这个团体，每次尝试不同的、有挑战性的角色。网友们都说杜杜很厉害，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像琉璃一样再次红遍全网。